别追了！我到底造了什么孽啊？作为古生物院士，我只是在发掘现场摸了一下那块磁场异常的霸王龙头骨化石，怎么眼前一黑就被吸到了这遍地恐龙的白垩纪啊！妈呀！新恶龙，白垩纪晚期的群居流氓，单独一只我还能应付，这一大群扑上来，我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什么声音？这下面居然还有活物！无齿喙带羽毛，是切蛋龙。完了，古生物图鉴写得清清楚楚，这东西咬合力惊人，最致命的是它们拥有白垩纪最狂热的护巢本能。我直接掉进人家产房了。滚出去，两脚兽，离我的巢穴远点儿！谁也不许碰我的孩子，哪怕拼了这条命，我也要撕碎你！我听懂了，他在说话。不，这是他的心声。孩子，什么孩子？妈妈，我好痛。妈妈，他还在流血，血为什么停不下来？两脚兽，我要用你来祭奠我的孩子！难怪他这么疯，伤及动脉了，再拖几分钟，小龙必死无疑。横竖都是绝境，拼了！只有我能救他。别怕，我没有恶意。你的孩子快不行了，这根刺必须拔出来。相信我，我能救他。你的气息很温暖，你真的不会伤害我的孩子吗？赌一把，古生物的母性直觉绝对不会骗人。忍住，马上就好。血止住了，谢谢你，奇怪的两脚兽。只要你不再乱动，我暂时不会咬断你的脖子。原来我的金手指是能够倾听恐龙的心声，看来老天对我还不算太坏。糟了，体力完全透支，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难道我堂堂古生物系院士，今天真要变成这群流氓龙的晚饭了？总算找到这个没毛的家伙了，还有只受伤的小崽子，肉，香喷喷的肉，大家可以开饭啦，撕碎它们！活下来了，真不敢相信，我居然在一群白垩纪流氓的嘴里活下来了。是这条母切蛋龙保护了我。既然我穿越白垩纪的金手指是倾听和安抚磁场，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试着指挥它呢？坐下，警戒四周。这只奇怪的两脚兽在乱叫什么？是被刚才的猎食者吓坏了脑子吗？懂了，单向语言壁垒，他们听不懂人类语言，只有我能听懂他们。想要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看来只能靠肢体动作的长期默契建立了。不过作为史前巨兽，他们的智商应该比我家的哈士奇好驯化吧？唉，不行了，心跳过速，头晕目眩，高强度的奔跑加上刚才的极限施救，我的体液流失严重。如果在白垩纪找不到干净的水源，我没被吃掉也会先被渴死。妈妈，水，喉咙好痛，想喝水。别怕，孩子，妈妈这就带你去找那条大河。你是说，你知道哪里有水？
带我去。跟紧我，虚弱的两脚兽！你救了我的孩子，我不会让你渴死在我的地盘上。等等，不能冲动，这里是白垩纪。在古生物学的死亡概率统计中，越是平静唯美的水源地，越是最高效的天然屠宰场。那些最恐怖的顶级掠食者，最喜欢在猎物喝水、放松警惕时一击毙命。这又是有些小鱼抢食的心声，看来是我太紧张了。这里水面宽阔清澈，能见度极高，应该没什么大型水栖恐龙埋伏。两脚兽，该死的水底怪物，放开他！放开救了我孩子的恩人！妈妈，两脚兽被水吃掉了。完了，是魔鬼蛙！这种低等的两栖冷血怪物，大脑里根本没有情感交流的意识，我的安抚磁场对它毫无作用。不行，绝对力量差距太大了，这畜生没有高等情感，安抚磁场对它就像是对牛弹琴。难道我堂堂古生物系高材生，真要憋屈的死在一只青蛙嘴里？等一下，蛙类生物听觉退化，但对低频变动极其敏感，这是它唯一的致命弱点。头，脑袋要炸开了！什么东西？知识改变命运啊！7000万年前的青蛙鼻祖，没尝过现代重工业铁拳吧？血腥味儿引来了黑夜里的幽灵，他们速度太快了，完了，我们被盯上了。群聚高频交流，夜间掠食者，难道是迅猛龙群？真正的白垩纪噩梦，现在才刚开始。数量太多了，全是被那只死蛤蟆的血腥味引来的夺命幽灵。两脚兽，躲好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他们就别想碰你们一根指头。妈妈，外面好多发光的眼睛，我好怕，我们要被吃掉了吗？是迅猛龙群！老天爷，流行电影里果然都是骗人的。真实的迅猛龙根本没有一人多高，只有大型猎犬那么大。但正因为体型小巧，它们在夜间的隐蔽性和灵活性被无限放大，简直就是完美的丛林切割机。它们没有无脑冲锋，而是在极其耐心的收缩包围圈。这种令人窒息的战术压迫感，简直比面对一辆全副装装的重型装甲车还要让人绝望。猎物已被全面锁定，母切蛋龙处于高度应激状态，体型占优，极具正面攻击性。注意那个没毛的两脚兽，他手里拿着能反光的硬物，危险等级未知，先不要靠近他。执行3号切割战术，左右以佯攻拉扯，切断那个母亲的退路，把那个没毛的两脚兽逼出保护圈。准备，执行！我的天，这不是野兽捕食，这是一场经过极其精密计算的军事绞杀。他们的智商绝对远超人类对恐龙的固有认知。滚回黑暗里去！我要踩碎你们的骨头！别冲出去，那是诱饵！调虎离山计，快退回来守住死角！这些卑鄙的隐形怪物，我根本看不见他们在哪儿！佯攻拉扯，侧翼盲区切割，一击致命后瞬间脱离战场，太可怕了！
在绝对的战术碾压面前，母龙的体型优势和蛮力根本就是在被单方面戏耍。奇怪的两脚兽，我的血快流干了，撑不住了。等下我会把它们全部撞开一条缝隙，你带着我的孩子往河里跳，能活一个是一个。妈妈不要死！两脚兽，你救救妈妈，救救妈妈！我把肉干都还给你。丢下战友逃跑，老子可是堂堂人类！这群白垩纪的悍匪，真以为懂点战术就能吃定我们了？大块头已经脱力，血液流失30%。首领，请求立刻执行锁喉切割。那个没毛的猎物没有战斗力，但眼神很危险。首领，请求连他一起撕碎！闭嘴！全部原地待命！魂兽之斗最为致命，保持威压。等他的血液流失50%，彻底失去反抗能力再上。我要的是零伤亡的计时。擒贼先擒王，这群冷血杀手有着绝对森严的等级制度，只要打掉那个指挥官，这群高度依赖战术体系的机器就会彻底瘫痪。畸形残疾，在极其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白垩界纪丛林里，一只先天残疾的迅猛龙本该在幼年期就被同类分食，但它不仅活下来了，还成了拥有绝对统治力的首领。它没有强悍的肉体，它是靠着进化出极其变态的超高智商，才弥补了武力的缺陷，坐上了王座。那个没毛的两脚兽，为什么用那种眼神看我？他在看我的断臂，他在可怜我！立刻执行最后绞杀，把他的眼珠子给我挖出来！智商再高，你终究也是没见过光电科技的远古土鳖！来啊！让你们这群远古土鳖尝尝现代光电科技的降维打击！我的眼睛，什么东西刺穿了我的眼睛？看不见了，好痛！我什么都看不见了！撤退，有埋伏！首领救命！好刺眼！两脚兽手里竟然抓住了太阳，他难道是能够驱散黑夜的神明吗？别动！感受我！我如果想杀你，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杀了我，就算我变成了残废，我也绝不向低等猎物低头。我的族群不需要一个连猎物都咬不住的废物首领。你不是废物，以极其残缺的身体带领族群在这极其残酷的白垩纪活下来，你比任何一头只会靠蛮力的霸王龙都要伟大。你太累了，不需要再应承了。放下戒备，我会治好你。你真的能看懂我的痛苦吗？奇怪的两脚兽，我领领族群臣服于你。真是不敢相信，我居然真的靠着手电筒和讲道理活下来了。从今天起，属于我的白垩纪专属战队初见废柴小队正式成立。太慢了，带着这种笨重又迟缓的大块头，遇到大型食肉动物，我们全都要变成口粮。真不知道两脚首领为什么要带着这个累赘。残废的小个子，你再用那种眼神看我的孩子，我就一脚把你的脑袋踩进烂泥里！别人穿越都是左青龙右白虎，直接召唤神龙，我倒好，收服的全是老弱病残不说，这俩祖宗还天天互相看不顺眼，带团队真是比在白垩纪求生还难啊！都给我省点心儿吧。我们现在的体型，在这个鬼地方随时都可能变成别人的开胃小菜。首领，隐蔽！头顶有巨大的气流，是死神！什么情况？不是陆地掠食者！
这恐怖的压迫感是来自天空的绝对制空权。这见鬼的风压！在白垩纪的树林里还有重型直升机迫降吗？不对，这是巨型飞行生物强烈的意面气流。该死，这片低空树冠简直就是天然的视线盲区。我们在明，他在暗。我操！冲我来的！低等的扁毛畜生，真把我当成软柿子了吗？放开那个讨厌的小个子，他还轮不到你来吃！放开我！你这只长着翅膀的丑八怪！两角兽首领，救我！我不想变成这只大鸟的粪便！两角兽，坏大鸟把那个独臂叔叔抓到天上去了。是普通翼龙，一展足足6米的中型空中霸主。我在古生物图鉴上见过这种怪物，虽然它们嘴里没有牙齿，但那一对后爪的握力恐怖，能直接轻易地捏碎猎物的脊椎。这家伙是把我的王牌车獒迅猛龙当成高空外卖了！该死，距离太远，磁场够不着，物理沟通也无效。好不容易收编的高智商战术指挥官，老子绝不允许你刚入职就当场殉职！普通翼龙虽然体型庞大，但为了飞行，只能依赖双翼皮膜的张力来维持平衡。只要破坏它的翼面气动不及，它就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今天我就让你这只史前大鸟尝尝什么叫人类智慧的降维打击！给我下来！给我下来！咋回事嘞？俺的翅膀被啥妖精东西给咬住了，平衡失去平衡了。低等的大鸟，刚才抓我抓得很爽是吧？看我怎么切开你的喉咙！滚开，小个子，让我一脚踩爆他的脑袋，免得他再来骚扰我的孩子。都给我住手！退后！唉，老弱病残的步兵排已经成型，现在就差个关键的制空权了。这家伙可是天然的完美的空中侦察机，飞不起来，飞不起来了，会被地上的怪物吃掉的。求求你，奇怪的两脚兽，别吃我！我的翅膀好痛，俺不中嘞，俺不中嘞！别怕，没人会吃你，你只是被缠住了，骨头没断。只要你乖乖听话，以后有我一口肉吃，就绝不让你饿肚子。哇，坏大鸟变成乖大鸟了，两角兽好厉害！行吧，又多一张嘴。又来个抢肉吃的累赘，两角兽首领的品味真是越来越差了。唉，没一个省油的灯。不过，陆战坦克、顶级探猴，再加上这第一代空中侦察机，我这白垩纪的废柴特遣队，总算是勉强的初具规模了。羽毛贴在身上好冷，这见鬼的水滴太重了，俺高贵的翅膀要在烂泥里泡发了！哼，闭嘴吧，扁毛畜生！再啰嗦一句，我就把你踢进泥浆里喂鱼！保持阵型，别给首领添乱！白垩纪的极端天气简直像抽风一样，这场暴雨的降雨量放在现代绝对能瞬间引发毁灭级的地质灾害。再这么淋下去，还没被食肉恐龙当成宵夜，我好不容易凑齐的这群老弱病残，就得先因为失温症全军覆没。那边有一处天然山洞，大家咬紧牙关，给我冲过去，千万别掉队！妈妈快跑！红色的泥巴教官要追上来了！抓紧我孩子！两角兽首领找到了避难所，我们马上就安全了。首领，别躺下，快起来！这里的地面在呼吸，地面在呼吸，地面在呼吸。等等，古生力学野外生存常识第一条，在远古时代，最干燥舒适的天然巢穴，往往早就被最恐怖的主人占据了。我们这是主动送上门了。
我的老天爷，这是一辆活生生的白垩纪主战坦克！古生物图鉴上不是说甲龙喜欢开阔地带吗？这大家伙怎么跑到半山腰的洞里来躲雨了？完了，擅闯民宅，还惹到了这种绝对惹不起的硬茬子！这是什么硬骨头怪物？好疼！俺搞鬼了翅膀要散架了！救命啊！首领快退后！这家伙身上的壳比石头还硬，我的爪子根本切不开。是那个喜欢用尾巴砸碎一切的疯子，别惹他，我们躲在角落，千万别动。都趴下，别乱跑！被那尾巴擦中一下，就算是霸王龙也得粉碎性骨折。不对劲，食草动物虽然领地意识强，但除非面临生死威胁，不然很少会浪费这么多体力进行这种不计代价式的疯狂攻击，它一定有问题。疼，老疼了，俺这尾巴要折了，谁来帮帮俺呢？疼死俺了！滚犊子，都别碰俺尾巴！不是愤怒，是剧痛导致的应激暴走，果然让我找着病根了。独臂小队长，听我指挥，去正面吸引这台坦克的注意力，我去帮他做个外科手术。首领，你疯了吗？那是去送死。算了，既然认你做了首领，这条命就交给你了。大家伙，看这里！你那点可怜的力气砸不中我，过来呀！给我起！不疼了，那种跟尖刺似的一直绞的那个劲儿没了。奇怪的两脚小崽子，虽然你味道闻起来很弱，但你的手艺不错。这个铁壳子疯子，刚才差点砸死我的孩子！两脚兽，快离他远点，这大家伙脑子不灵光。我不疯，我只是太疼了，所以看什么都想砸。你们太吵，但也不讨厌。喂，这算什么？我穿越白垩纪，居然被一头恐龙强制收养了！这下好了，不仅多了个食量惊龙的铁壳子保镖，首领还降级成了需要被装甲保护的幼崽。这队伍以后还能带吗？俺不管，只要这大个子别用尾巴扫俺，随便他咋保护。虽然这个重装保镖的性格过于护短，但有了他在，起码以后在白字纪的雨林里，我们有一个绝对安全的移动要塞了。废柴小队正式迈出升级的第一步。这是啥鬼地方？水里全是一股臭蛋味儿，俺搞鬼了羽毛都要被熏臭了。俺不中嘞，俺想回树上待着。首领，这里的气味不对劲，我的直觉告诉我，前面的迷雾里藏着看不见的危险。这里的泥巴太软了，连个能发力的硬地都没有。要是遇到袭击，我们根本跑不快。妈妈，好臭啊，熏得我头晕，我想……臭鸡蛋味儿，黄绿色气体，我去，这绝对是高浓度的硫化氢毒液！我去，这绝对是高浓度的硫化氢毒液！在现代，这种浓度的硫化氢足以在几分钟内让人神经麻痹，瞬间致命。大自然这是在给我们下连环套啊！刚躲过泥石流，又进了毒气室。全体都有，马上停止前进！这雾气有剧毒，吸多了真的会出龙命的。甲龙，你是队伍的殿后，马上原路退回去。小崽子，我想快也快不了啊！这泥巴太胡搅了，越使劲它越黏。糟了，这简直是兵家大忌！要是它卡在这儿，我们这支队伍就失去最强的肉盾了。首领退后，这下面有活物，数量很多，而且速度快得不正常。在这足以致死的剧毒环境里，居然还有生物能自由活动，能在沼泽里成群结队猎食的，绝对是专门适应了这片死亡之地的土著杀手。可见度太低了，敌暗我明，加上甲龙深陷泥潭，如果在这种地形开战，我们绝对会被耗死。必须立刻打破视野盲区，找到一条能让甲龙走的硬土路。喂，看啥呢？要俺说的就是你！空军侦察机，立刻升空，给我冲破这层毒雾，看看周围到底是什么情况。
顺便找一条生路出来。这里的空气简直比放了10天的腐肉还要恶心。两脚手首领，你要是再不给我找点好吃的，俺下次绝对要抗命了。是野猪鳄群，这帮变异鳄鱼简直就是沼泽里的变态狼群。正前方有一条岩石路可以撤退，但被烂泥潭隔开了。除了重装甲龙，其他成员根本迈不过去。首领，交给我，只要他们敢露头，我就挨个切断他们的脖子。我可是第一斥候。铁壳子，你倒是用力拔腿啊！那些丑八怪马上就要咬到你的尾巴了，我的孩子会害怕的。泥巴太软了，我的爪子抓不住底部的石头。我也想保护你们这些小崽子，可是我站不起来。妈妈，泥巴里的怪物露出牙齿了，好可怕！甲龙太重了，常规方法根本拉不出来。既然跑不掉，那就干脆不要跑了。在绝对的绝境里，只能靠现代人的战术来破局。全队听令，不要乱了阵脚。大个子，你现在不需要跑，我要你用你这身无坚不摧的装甲，给咱们全队搭一座生命之桥。大个子，听我的，把前腿从烂泥里拔出来，狠狠砸向对面的硬石头，右腿死死扣住这边的树根，用你的背给我们全队搭一座桥。两脚仔，泥巴太滑了，但我壳够硬，踩着我过去。全队撤退！大切蛋龙带孩子先上，事后断后。抓紧了，孩子！两角龙首领给我们铺了生路。想动我的首领，先问问我的爪子答不答应。丑八怪们，吃俺老爷一嘴泥巴！完美！地面刺客防线加上空中精准打击。我这群东拼西凑的史前老弱病残，终于在今天打出了王牌特种部队级别的战术协同。大个子，收腿，翻滚过来！我要松手啦！这个没毛的两脚狮，居然能让那个笨重的铁壳都变成桥，跟着他，或许真的能在这该死的世道活得更久。两角兽又带我们躲避了一次危险，他的智慧简直比暴龙的牙齿还要可怕。哼，刚才要不是俺从天而降，你们全得变成猪液的消化物。哼，真不容易啊！经过这趟毒气室的洗礼，这帮桀骜不驯的远古霸主总算对我这个现代人有了点真正的归属感。接下来只要顺着这条安全岩石路走下去，三只脚印，如此夸张的步幅，而且是新鲜的，一定是速度快到变态的大型恐龙。老天，你到底还有多少怪物在等着我呢？脚趾印深，脚跟印浅，这是典型的踮起脚尖奔跑的姿态，再加上这纵泽好几米的夸张步幅，古生物图鉴上的特征完全对上了。这是石油牛龙，白垩纪陆地上名副其实的短跑之王，冲刺杀手。被这种速度型怪物盯上，简直就是被死神锁定了咽喉。这笨重的铁壳子吵死了，呼噜声这么大，如果有猎食者靠近，我根本听不到任何脚步声。首领到底为什么要留着这个只会睡觉的累赘啊？脑刃都要震碎了，俺搞鬼的睡眠质量全毁了。真怀念在天上吹风的日子，地上的家伙真是不讲究。暖和，两脚小崽子就在我肚皮边上，谁也别想欺负他。外面的风里有很危险的味道，孩子千万别发出声音，躲在妈妈肚子下面最安全。妈妈，
外面是不是有坏东西要来吃我们？都别抱怨了，全都给我打起精神！独臂小队长，你负责盯紧左侧的灌木丛。大鸟，你现在飞不高，就挂在上面当好肉眼雷达。盯上我们的家伙，速度绝对远超你们的想象，那是快到连残影都抓不住的怪物。这个长脚的疯子力气好大，居然能把我撞退！敢撞我的肉盾，去死吧！这家伙的速度太离谱了，体长8、9米，起步竟然比超跑还要猛。古生育学界果然没骗人，白垩纪的猎豹绝对不能让他冲破防线，不然大家全得变成肉泥。停下，感受我的善意，我们不是你的敌人。杀！撞碎一切！痛！嘴巴好痛！咬碎你们！全部咬碎！怎么回事？磁场被反弹了，这家伙的大脑里全是剧痛引发的疯狂杂音，根本无法沟通。等等，他刚才心声里喊着嘴巴痛，难怪会陷入这种不分敌人的癫狂状态。那个难看的长脚大怪物冲着两脚兽去了！两脚兽危险！来得好！既然安抚磁场沟通无效，那就让你这远古跑山猪尝尝现代物理学的毒打！独臂小队长，大鸟，准备执行诱敌战术。既然没法沟通，那就打服他！独臂小队长，大鸟，这头疯牛直线速度无敌，但它前肢退化，加上身体结构限制，转弯半径大得惊人。给我左右横跳，疯狂骚扰它，千万别走直线！原来是个只会跑直线的蠢货，看我怎么溜你！大半夜了还要加班，吃本大爷一翅膀！白垩纪短跑冠军是吧？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牛顿第一定律带来的物理学毒靶！两脚猎物，我要咬碎你！完了，两脚兽要被撞成肉泥了！怎么回事？有东西抓住了我的腿，天怎么转起来了？还没完呢，蠢牛，往这儿看！卡住了，卡住了，拔不出来了！放开我，痛，好痛！哈哈哈哈哈！这个疯牛可真笨，连走路都会卡住脑袋，还是两脚小崽子聪明。呼，这头白垩纪跑山猪总算是消停了。他刚才的心声里一直在喊嘴巴痛，看来这头凶兽狂暴的背后藏着某个致命的隐疾啊！我倒要看看你这血盆大口里到底藏着什么猫腻。两脚兽疯了吗？居然主动把手塞进掠食者的嘴里！首领退后，这头疯牛就算被卡住了，只要你靠近，它一口就能把你的脑袋咬下来。它不是想吃我们，它是被这根骨刺折磨疯了。10周牛龙的前肢严重退化，短小的连自己的嘴巴都够不到，一旦口腔卡住异物，就只能硬生生忍受发炎剧痛，难怪会变成无差别攻击的疯狗。切，这丑八怪的手臂居然比俺的抓尖儿还要小，长这么大个子，连个牙都剃不了，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大个子，过来，用你的身体给我当掩体，万一他发狂，你帮我挡住。好嘞，两脚小崽子，他要是敢咬你，我就用尾巴砸碎他的脑袋。给我出来！出来了，那种刺穿脑髓的痛楚消失了。奇怪的两脚猎物，居然从我的嘴里拔出了恶魔的尖刺。既然你的手够不到嘴，那以后跟着我，我就是你的手。以后不光有吃的，还不用担心塞牙了。哇，你是神仙吗？傻瓜，别那么使劲儿，不就出来了？好好吃，好舒服。两脚兽首领，以后我的犄角就是你的武器，谁敢惹你，我就把他撞飞。完了，队伍里又多了一个脑子不好使的吃货。
这支队伍的智商只能靠我这个斥候来维持了。大个子不吃我们啦，大个子在吃肉干。虽然过程曲折，但我的废柴特遣队终于又补齐了一名首席地面突击手。在这危机重重的白垩纪，又多了一重胜算。啊！终于离开那见鬼的臭泥沼了，海风的味道真是美妙。地上的笨蛋们，你们走快点行不行？慢得像一群背着石头的蜗牛。哈哈哈哈！天上飞的闭嘴，看看后面那2个大块头，平时看着挺唬人，现在吓得连步子都迈不开了。这难道就是白垩纪的陆地霸主？哼，真是好笑。哎呀，别吹了，太高了，我的手根本碰不到墙壁，一点安全感都没有。谁来扶俺一把？我的腿在发抖，马上就要掉进水里喂鱼了。两脚小崽儿，这条路太软了，我感觉我的肚子都要贴到地上了。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大个子，你轻一点儿，你尾巴别乱晃，要是把石头敲碎了，我们全都要被你拖下去。妈妈，下面的水声好大，像是怪兽在叫，我害怕。这绝壁的地质结构简直比豆腐渣工程还要脆弱。白垩纪的海岸线常年遭受海水侵蚀，这片岩层下方很可能早就被掏空了。这几个大家伙加起来快有10几吨重，走在这上面简直就是在悬崖上踩地雷。千万别发生共振，只要再坚持几百米，就能到前方的安全平地了。糟了，这石头怎么比树皮还脆？我不是故意的。路基要塌了，跑！前面的全速冲刺，别回头！春牛，快滚过去！我撑不了3秒钟。两脚兽首领，你居然用那细弱的骨头替我挡石头！首领！去球了！两脚兽掉进海里了！那水深不见底，它不可能活下来了！好冷，水压太大了，见鬼，我流血了！在远古海洋里流血，这简直就是在给海里的死神摇响最致命的开饭铃声！不能慌，把背包解开。水温太低了，手脚马上就要抽筋。必须赶在血液引来大型掠食者之前逃离水面。首领，我们不能就这样不管他了，我要下去找他。你疯了，那是深水，你跳下去除了被淹死，根本救不了两脚兽。我的腿跑得那么快，为什么不会游泳？为什么这该死的水要把我的剔牙石吞掉？都怪我，要不是我砸了那块石头，首领就不会掉下去。流线型的庞大身体是苍龙，体长惊人的白垩纪水下绝对霸主，在他的地盘流血，我简直就是送到嘴边的顶级开胃菜。停下，感受我的安抚磁场！常规的磁场波纹会被这深海水压冲散，既然扑不开，那就全给我收回来，把所有的精神力压缩成一根针，哪怕今天注定要葬身海底，我也要撬开你这海怪的大脑看看。太久了，在这片只有冰冷和黑暗的深渊里，我已经游荡了太久。好孤独，这微弱的蓝色光芒，是你这渺小的生命带来的吗？他居然在哭泣。首领，不，把我的首领吐出来！我要死了你！该死的海水，该死的水怪，
我的速度为什么不能在水上跑？两脚兽说好要当我的手的，他骗我。两脚小崽子没了，再也没有人帮我清理尾巴上的碎石头了。他是个好首领，但这片大海根本不是陆地生命能够抗衡的。大家一起过了那么多关，没了首领，今天算是一起走到头了。唉，分行李，各回各家吧。我还活着，没有任何骨骼碎裂的剧痛，身体零件也是完整的。这到底是哪儿？就算我掉进了海沟，深海水鸭也早该把我压成肉饼了。地府里难道还有这么纯正的海鲜味吗？这是苍龙的嘴里，我居然在一头体长10几米的深海巨兽口腔深处，这不符合常理。苍龙是白垩纪的深海暴尊，他吞噬猎物从来都是直接用牙齿搅碎，但他刚才冲出水面那气吞山河的一口，竟然完美避开了我所有的要害，甚至没有进行任何咀嚼动作，而是像含着一件易碎的珍宝一样，把我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舌头底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为什么不吃我？既然你把我含在嘴里不吃，既然在这密闭的生物舱里再也没有深海暗流来干扰我的精神力，那就让我看看你这头深渊霸主的脑子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好痛！每一次吞咽，每一次水流穿过我的鳃裂，都有成上万根刀刺在撕咬我的血肉。我统治了这片海域，却逃不开这复古之柱。渺小的发光体，你刚才那根蓝色的刺，让我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舅舅，原来如此！刚才在生死之后，我透支精神力压缩成真的绝地反击，阴差阳错了起到了强效麻醉剂的作用。这头智商惊人的海怪立刻意识到我这个猎物能解除他的痛苦，所以他才没有咬碎我，而是把我当成深海医生，小心翼翼的打包含在嘴里带走了。大家伙，张开你的喉咙，让我看看里面到底藏着什么捣鬼的玩意儿。我虽然没考过兽医资格证，但今天这台跨物种的外科手术我接了。我的老天爷，这么大个头的史前吸血虫！难怪这头苍龙会疼得发狂，寄生在鳃腹深处，不仅吸血，还会随着水流不断摩擦伤口。这种折磨简直比满清10大酷刑还要残忍。给我滚下来！消失了！那个折磨了我无数个日夜的恶魔被你杀死了，我的呼吸自由了。既然我治好了你的病，从今往后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现在带我冲上去，让我那些在岸上哭丧的傻小弟们看看，他们的首领到底驯服了怎样的一头深渊怪物。如您所愿，我的主人，抓紧了！我要让这片大海为您沸腾！没有了，那个敢对我发号施令、敢挡在我前面的两脚兽没有了，我还当什么首席斥候？我的利爪现在就算再锋利，又能去保护谁呢？我不信，那个诡计多端、能把我的牙齿、中骨刺送拔出来的两脚猎物，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死掉？他答应过要当我的手的，骗子，大骗子！肚子下面空荡荡的，再也没有那个勇敢的两脚小崽子会冒着被砸死的风险帮我撬走尾巴里的石头了。孩子，记住那个两脚兽的气味，他是这片残酷丛林里唯一一个不对我们露出獠牙的首领。妈妈，首领大人的气味闻起来像暖暖的，他还会回来吗？醒醒吧，地上的信球们！
奇迹不会发生2次，这片海域的主人是绝对不会吐出到嘴的肉的。队伍散了，我要去寻找新的高树，继续当我的空中刺客了。你们好自为之吧。海被顶起来了，水下面到底是什么怪物要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白垩纪的深海又如何？只要是有脑子的碳基生物，就得乖乖臣服在现代人类的智慧与凡人磁场之下。神，这是真正的神明，他不仅没有被吃掉，反而把海里的恶魔变成了他的坐骑。我竟然有幸追随这样一位伟大的行令。我的天哪！怪物两脚肉才是真正的怪物，连司里的超级大嘴巴都听他的话。以后谁再敢说首领魔长獠牙，我第一个撞死他！太好了，两脚小崴子没死，还带回来一个比我还大的新朋友，这下我们过河不用怕了。看啊，孩子，这就是我们的王，无论是陆地的霸主，还是深海的暴君，都会臣服在他的脚下。首领大人骑大鱼鱼，妈妈，我以后也要骑。首领大人答应过抱我的，他没有骗我。我的老天爷，幸好本大爷刚才没飞走，这队伍里后台硬得可怕，跟着这样的老板混，不比单干强10000倍。以后打死我也不跑了。谁要再提分家的事儿，别怪本老爷的会不认人。哭丧的时间结束了，废柴小队，带上行囊，全都给我跳下来！今天，我们的新成员深海之王将亲自护送我们横跨这片内陆海。遵命，您的意志就是这片大海的航向。石头是硬邦邦的石头和泥巴，我发誓，以后就算是有暴龙咬我的尾巴，我也绝对不再靠近水边一步了。嘿嘿，本大爷无敌风火轮又回来了，在水里施展不开，到了陆地上，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要用犄角把它顶飞。大家伙，受限于身体结构，这片陆地你没法陪我们走下去了。这处峡谷海湾足够深，你就潜伏在这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废柴小队的后方大本营与绝对退路。等我们在陆地上站稳脚跟，我保证天天给你送来最肥美的史前大餐。去征服这片迷雾吧，我的主人。只要这片海域不干涸，您的退路就永远不会断绝。我会在这里静候您的凯旋。这地方的味道不对劲，太安静了，连风里都透着一股死气沉沉的怪味儿。见鬼了，拜五！上面啥都看不见，全是大白板，俺的千里眼彻底瞎了。你们这群地上的走兽，自己多保重吧。首领，我闻到了一股很暴躁的气息，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疯。制空权丧失，视野被彻底封锁。在这片危机四伏的迷雾新大陆，我们引以为傲的立体战术直接被废掉了一半。听我指挥，收缩阵型，大个子在前面开路，蠢牛护住两翼。我们要开始准备迎接未知的硬仗。停下！前面的空气里有血腥味，还有植物大量汁液喷涌的味道。这种压迫感不是暴龙那种靠体型硬碾的蛮力，而是一种能把活物瞬间肢解的锋利杀机。这味道太狂躁了，就像是一头为了保护巢穴而彻底陷入锋芒的母兽，正在无差别的撕碎所有靠近它领地的生灵。没有牙齿啃咬的参差不齐，没有蛮力撞断的木质纤维撕裂，这个直径超过1米的切口竟然平滑如镜，这绝对不是什么自然倒塌，这是被某种快到极点、锋利到变态的巨型冷兵器在一瞬间齐刷刷切断的。好奇怪的木头，这么粗的树，就算让我用尾锤全力砸，也得砸上好几下才能砸断。
而且绝不会断得这么平整。到底是谁干的？在白垩纪的自然界里，能造成这种有如现代重型电锯切割效果的，只有那群长着史前最长兵器的诡异物种了。我们这是踩进了一位盲剑客的绝对死域啊！藏头露尾的胆小鬼，本大爷就在这里，管你有什么把戏，看我用犄角把你的内脏挑出来！蠢牛，闭嘴，别暴露位置！想砍我，本大爷先撞碎你的骨头！见鬼，这是什么怪物？我的头还没碰到它，它的爪子怎么就已经打到我的脸了？太长了，这不公平！首领退后，这家伙浑身都是刀，他的攻击范围太大了，我的爪子根本够不到他的身体，就会被切成两半。两脚小崽子别怕，我的壳是白垩纪最硬的，就算他的爪子再长，也绝对刮不破我的。好痛！这怪物的爪子到底是什么做的？我的背差点切开了。果真是镰刀龙，白垩纪最不讲理的素食杀手。他的爪子比现代的开山刀还要锋利，加上这种变态的攻击半径，这根本就是拿着长柄刀的武林高手在打一群赤手空穴拳的莽汉。我们最强的重装防线竟然差点被破防了。双眼浑浊附魔，对我们的手电强光毫无反应。果然是个靠听觉锁敌的瞎子，而且以他这种绝对的武力优势，刚才完全可以冲过来大开杀戒，但他却始终死守在那棵枯树前面半步不退。这种护石般的疯狂领地意识，只有一个可能，那棵树后面有他的巢穴和龙蛋。嘘，全体都有，闭上你们的嘴巴，连呼吸都给我放轻。这家伙是个听声辨位的疯子，等下听我的指令，用最轻的脚步撤进右边那道岩石夹缝里去。本大爷的脸现在还肿着呢。不叫就不叫，这瞎子砍人太疼了。跟我走。太可怕了，要是被这刀王卷进去，就算是铁壳子也会被切成肉泥。趁现在，全体撤退，进岩缝，快！好可怕！痛！但他挤不进来。两脚小崽子，这里的石头比他的大爪子还要硬。赌赢了。所谓一寸长一寸强，但在这种绝对幽闭的狭窄地形里，长兵器就是致命的累赘。只要这头盲剑客进不来，我们就是绝对安全的。都别慌，保持绝对安静。他是个瞎子，只要我们不发出声音，等他在这岩壁上发泄完多余的怒火，迟早会因为失去目标而自行离开。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和他比拼耐心。首领的手好温暖，不怕了，那个大怪物抓不到我们。首领的智慧果然无人能及，不仅能驯服巨兽，还能利用这些不会说话的石头来挡住刀刃。不，离我的孩子远点！你们这群卑鄙的偷蛋贼，敢碰他们一下，我要把你们全部切成碎片！糟了，这瞎子后院起火了，有真正的偷蛋贼趁着他发狂摸进了他的巢穴，他自己切断的树木反而成了阻挡他回防的致命陷阱。刚才还那么凶，现在却摔得这么惨。他发疯原来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想活命，甚至想收服史前最强冷兵器杀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目标那棵枯树巢穴，全体都有，给我反向冲锋，撕了那群偷蛋贼！终于可以跑直线了！本大爷今天不把那群小偷撞成肉泥，我就把这头上的犄角掰下来！敢在老子眼皮底下偷东西，先问问我的连爪答不答应？给你们来一下本大爷的无敌野蛮撞！呼，赌赢了，我帮你保住了你的崽子，接下来就该是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的时候了。别想碰我的孩子，哪怕流干最后一滴血，我也要和你们这群掠食者同归于尽！哎，你个不好歹的破龙，你跨物种的沟通，靠人类那些复杂的逻辑根本行不通。这头瞎子现在满脑子都是护崽的疯狂，能打败这种疯狂的，只有同等纯粹的共鸣。放下爪子吧，受苦的母亲。我们不是来抢夺生命的，两角兽首领带来的是庇护，他会像保护我的孩子一样保护你的巢穴。你们救了我的孩子，发光的小过子，你的身上有着让这片迷雾退散的温暖。以后你的孩子我来护，这片迷雾森林里的刺客由你来当。欢迎加入废柴小队，长刀客。好大的虫子，抓回去给妈妈当早餐，妈妈一定会夸我的。妈妈，救命！妈，敢在老子泥潭头撒野，正好拿来当个开胃点心嘛。放开那个孩子，哪怕是水里的恶魔，我也要切断你的爪子！见鬼！你的泥巴地，要是在平原上，本大爷一定把这只大鳄鱼撞飞。但现在冲下去，我的腿要陷进去。首领，小崽子在他手里，我们只要往前踏一步，他那巨大的爪子瞬间就能把小崽子捏成肉泥，根本来不及抢。该死，投鼠忌器！这头棘龙是个老江湖，他知道只要扣着龙质，我们就拿他毫无办法。硬抢绝对会激怒他撕碎幼崽，必须找个破局的筹码。好家伙，这股暴怒简直要溢出来了！原来天上这头鸟人是这只老鳄鱼的陈年宿敌，经常仗着会飞抢夺棘龙到嘴的猎物。这老鳄鱼是受够了这窝囊气了。又是你这只藏着尖嘴的扁毛小偷！有种你滚下来，看我不把你的骨头一寸寸咬碎！今天你休想再从我手里抢走任何一块肉！大鳄鱼，别白费力气吼了，你那笨重的身子在水里根本够不着它。做个交易如何？你把爪子底下的幼崽还给我，我带着我的兄弟们帮你把天上那只死鸟按进泥里，让你报仇雪恨。两脚的小果子，如果你敢骗我，我会把你们所有龙都拖进无底泥潭里淹死。孩子，感谢首领的庇护。他下来了，全体都有，防空绞杀阵，给我把他按在泥里！一群只能在泥巴里打滚的蠢货，也想拦住天空的霸主？在绝对的速度面前，你们连我的影子都摸不到！就是现在，收网！天空是你的地盘，但只要你敢降落，这里就是我们的主场。
给我下来吧，死鸟！不，我的翅膀，放开我！嘿嘿，本大爷等这一刻很久了，吃我一记满负荷野蛮冲撞！死鸟，你也有今天！我要把你的脑袋咬下来，当成我泥潭里的战利品！给我挺下！大鳄鱼，我们的交易是帮你把他按在泥土里，没说要把他的命交给你。现在，他是我的俘虏，生杀大权由我说了算。别白费力气了，你的骨头太脆，再挣扎下去，哪怕不被吃掉，也会落得个终身残废。听好了，你现在离开，我放你一马。但如果你以后再敢来骚扰我们，或者继续打那个小家伙的主意，今天这片泥潭就是你的坟墓。你的智慧比锋利密的鸟喙还要致命。我认输，两脚的陆地王，我接受你的仁慈。只要这群重装野兽松开爪子，这片天空将永远对你的威严保持敬畏，绝不再染指你的猎物。蠢牛，松开他！哎呀，干！哼！两脚的陆地王，天空记下了你的不杀之恩，这份龙情，风神一族不会忘记。行了，大鳄鱼，那家伙吃了这么大的亏，见识了什么叫陆地防空阵，以后就算借他几个胆子，也绝对不敢再来这片沼泽骚扰你了。你赢了，神奇的小个子，你的头脑比我的牙齿还要致命，你的队伍比这片死亡沼泽还要危险。踩着我的脚印走吧，只要有我在前面领航，这泥潭里没有任何水下爬虫敢碰你们半根指头。风里的味道不对，干燥的尘土里混着浓烈的血腥味，还有一股让所有走兽都感到窒息的威压。这片土地的主人是个无法用常理衡量的怪物。我的妈呀，好硬的阵型！这么多盾牌和尖角拼在一起，毫无死角，到底是多可怕的家伙，能把他们逼成这副拼命的架势？这片大地上面没有任何盾牌挡得住本王的利齿的啦，给我碎掉！石斗牛龙、迅猛龙，甚至还有满身草腥味的镰刀龙哦！一群血统低劣的杂碎，竟然敢结伴踏入本王的领地哈！这是对王权的亵渎哎！怪物，这是真正的怪物！我的犄角在他面前就像两根枯树枝，为什么我连逃跑的力气都使不出来了？这就是陆地唯一真神的气场吗？连一击都没出，仅仅是一个眼神，就瓦解了我们一路杀出来的所有自信。白垩纪食物链顶端的血脉压制，竟然不讲理到了这种地步！别怕，别忘了我们是怎么从迷雾和沼泽里杀出来的。这头怪物确实是白垩纪的神，但今天，哪怕是神明降临，我也会挡在你们前面。只要我还没倒下，谁也别想动我的兵！该死！本大爷可是平原上的无敌风火轮，怎么能让一个两脚没毛的小个子挡在我前面？要死也是本大爷先冲锋！大个子壳最硬，大个子扛第一下，谁想吃首领，就先崩掉满嘴牙！
一群不知死活的蝼蚁哦！今天就把你们连皮带骨全部碾成肉泥啦！不许硬碰硬，他的咬合力是无解的。大个子，底盘下压，蠢牛撞侧面。本大爷可是平原最快，今天就让我来拆你的台！切，躲避、侧击、掩护，这群杂碎的动作，竟然像是一具长着不同躯体的同一只野兽哈！这是我从未见过的狩猎方式，这绝不是一群普通的食物。天黑了哦，狩猎游戏该结束了，成为泥里的碎骨吧！阵型散开，化整为零。地滑，这大快活的吨位现在是他的累赘，不许硬接，给我死死咬住他打游击，耗干他的体力。空有力量的瞎子，连我的尾气都吃不到，这就是你的狩猎吗？撞完就跑，真痛快！笨大个儿，来抓本大爷啊！喂！光靠消耗体力，根本无法让这头白垩纪的神明真正低头。废柴小队，全部后退！该我发挥了。想让暴君臣服，就必须先让他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绝望。大个子，对不住了，我得给你下个狠套！你的野兽护卫丢下你逃跑了哦，两脚的虫子，我要把你嚼成碎渣啦！不，大地在吞噬我哦！我的力量为什么挣脱不开这些肮脏的泥巴？放开我！挣扎没用的，大个子。自然界的法则就是这么残酷。高高在上的神明坠落神坛，也只是一堆烂肉。现在，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带着你的骄傲被这泥潭彻底吞噬，要么向我臣服。跟了我，我带你在这残酷的世界里活下去。你比我更懂这片大地的残酷。两脚的王者，我的命是你赢来的，这具身躯归你了啦。全体都有，下蛊，把我们的新伙计拉出来！首领，风停了。泥土里的虫子全都不动了，有什么东西，有什么比这头暴君还要恐怖10000倍的东西，正在看着我们。6500万年前的终结者，那颗毁灭了整个恐龙时代的陨石，竟然在这个时候降临了。这根本不是什么天灾，这是大自然要强行清盘。哪怕是老天爷要收你们，也得先问过我手里的铲子。全队听令，结阵！我们去大海上找出路，给我活下去！
时间害怕了。这种级别的灾难，留在平原上只有被烤成焦臭的份儿，必须去海岸线，那是唯一避开直接火海的地方。两脚的王者，大地在燃烧，天空在塌陷，我把后背交给你，带我们杀出一条活路。全队都有，目标海岸线，迅猛龙探路，蠢牛和大个子互助两翼，不许掉队，给我冲！首领，没路了，太宽了，除了会飞的鸟，谁也跨不过去，后路被彻底切断了，火墙推进的速度太快，如果过不去这道天轩，全队都要被活活烧死在这里。我是这片大地的王，王不退。过桥，快踩着他的背过去，大个子先走，切蛋龙跟上。活下去，我的王！我没让你死，你就不准死！拉住他！海水退潮，这是超级灾变的前兆。天灾不仅在天上，还在海里。我还没认输，这片天地不给我们活路，我们就自己砸出一条路来！大鳄鱼、大蜥蜴、死鸟，你们在哪儿？听到我的声音就给我滚出来！亮脚的陆地王，天空还你这个人情，你的弱小同伴封神一族保了。中，俺跟俺媳妇儿度蜜月嘞，正在云上头亲嘴嘞。那个蓝光跟个炮仗一样，砰一下炸上天。俺媳妇儿说了，欠人家的龙情得还，别废话了，赶紧来，俺蜜月假还没休完嘞。恩人登船，大海的暴怒由我来扛。龟儿子，老子在河里头泡澡泡得好好的，你那个蓝光把老子的鱼都吓饱完了。不过老子说了要还你的情，今天这个浪，老子陪你冲！全队听令，跳崖登船！来吧，6500万年的终结，我们绝不屈服！